在劳德代尔堡，你常常会看到旅行车拖着一辆封闭的小拖车，而在美国一般城市，这是做建筑或者打理庭院的装备。拖车用来装工具，但是在劳德代尔堡是为旅客装行李，因为旅行车忙碌在宾馆、机场和港口之间，坐邮轮的旅客一般都大包小包，行李不少。有了拖车，省时省地，非常方便。劳德代尔堡在佛罗里达州规模排第10位，人口18万，位置在迈阿密向北约40公里的地方。为很多人所知，是因为这里有世界邮轮最繁忙的3大母港——大沼泽地港。疫情还未完全爆发的2019年12月1日，大沼泽地港创下了一天接待55964位游客的吉斯尼世界纪录。人们正常生活开始恢复的2022年，全年估计接待400万邮轮的游客。码头常年有近40艘邮轮运营，嘉年华和皇家加勒比2大邮轮巨头都有专门码头。平均每天在劳德代尔堡过夜准备第2天登船的游客都以万人计，是过夜游客最集中的城市。此外，这里的河道纵横交错，有165英里长，注册的游艇多达5万艘，码头100多个，也被称为美国的威尼斯和游艇之都。2022年年末岁尾，我们提前从新泽西飞到这里后，女儿有点发烧，很担心又是新冠，检测还好没有感染。第2天只好留下母女在旅馆休息，我自己背包搭公交车到市里转转。按谷歌的地图很容易找到车站，地图还提示下一班车到达的时间。虽然要等近40分钟，不过人少，车也干净，街上几乎没有行人。飓风原因，沿途居民的住家都是1层的平房。老习惯，来到市里的博物馆，附近的星河是劳德代尔堡最初兴起的地方。看过的历史书上对美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发展或多或少都有些介绍，但对南部，尤其是靠海南端，几乎没有提及。劳德代尔堡倒是一个不错的满足好奇心的例子。这里被称为旧劳德代尔堡村，有3栋早期的房子供参观。在一位义务导游的带领下，从一座复原的学校教室开始。1899年，这里有9个孩子年龄满足上学标准，根据当时的法律，需要建一所学校。18岁的艾薇·克罗马蒂女士刚从学校毕业，拿到教师资格，便来应聘成为这里的第1位教师，月薪48美元，折合现在1800美元。这所房子是复原当年的教室，和众多一间屋教室一样，所有年级的学生在一起上课。与美国繁华的大城市相比，那时的劳德代尔堡还是一片沼泽。原生态应该和附近大沼泽国家公园差不多。公园是佛罗里达南部旅游一个著名景点，最吸引人的是坐汽船看鳄鱼。这间教室就放着一根长长的竹竿。解说的女士告诉我，这是克罗马蒂老师用来驱赶鳄鱼的。教书不久后，克罗马蒂女士结识了更早来到这里的弗兰克·斯特恩汉先生。1893年，27岁的斯特恩汉从俄亥俄来到劳德代尔堡，在建立不久的邮局工作。精明的他还经营渡船和一家贸易货站。2人不久结婚，也成为劳德代尔堡最早的长久定居白人。他们将自己的家称为先驱者之家，后来人们甚至称他们是劳德代尔堡的父亲和母亲。斯特恩汉的生意越做越好，1901年又在铁路边建立货站，老货站改为住家，也成为斯特恩汉之家博物馆。
1911年时，斯德恩汉已经在这里拥有不少土地。不过1926年，繁荣的佛罗里达地产经济崩盘，生意受到很大打击。接着1929年开始了大萧条，股市暴跌，斯德恩汉和生意上的伙伴都陷入了危机。再加上健康也不好，1929年5月，斯德恩汉跳河自尽。自从结婚后，克罗马蒂女士辞掉了学校的工作，但是仍然在货站教导当地的塞米诺尔族孩子读书和圣经。后来一直参加妇女参政、种族平等这样的社会活动，尤其是1924年，当扩大城市时，协调与当地塞米诺尔族印第安人的关系，劝说和帮助他们建立安置点，成立公司。丈夫离世后，她靠出租房屋为生，继续从事社会公益活动，一直活到1970年过世。这间教室和斯图恩汉之家博物馆都是纪念早年的拓荒者。博物馆紧挨着铁路，时不时有火车经过。铁路向南是迈阿密，正是这条铁路带动了整个佛罗里达南部的发展。在博物馆的另一处房子里，展品向人们展示了佛罗里达和劳德代尔堡的历史。1513年，西班牙人发现并殖民佛罗里达，时间早于北方麻省和弗吉尼亚殖民地，是欧洲人在北美洲建立的最早聚居地。200多年后，1763年，西班牙和英国做交易，将佛州割让给英国，以换取西班牙在古巴的利益。独立战争以后，佛罗里达的英国人依然效忠英王。面对美国的独立，英国干脆把佛罗里达还给西班牙。随着欧洲局势的变化和对美洲利益的考虑，1819年，西班牙将佛罗里达割让给美国。美国接手后，在处理和当地印第安塞米诺尔族人关系时，爆发了3次战争。1838年，第2次战争中，一位叫威廉·劳德代尔的中尉带领士兵在这里修建了小规模的防御要塞，后来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里。经过本州和联邦各自议会的筹备，佛罗里达州是在1845年美国建国69年后正式加入联邦的，时间上排在第27个州，还有一长串的州排在佛州之后。加入联邦后，佛州的发展并没有起色。1850年时，人口只有87000人，此时人口最多的纽约州是佛州人口的基础上加上300万人，宾州要加上220万。当时美国开拓发展的重点先是中部地区，借助运河铁路发展中部的制造业和农业，比如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等等。另外，1848年旧金山发现金矿，淘金热和开矿业带动了西部的发展。人们的目光还顾不上气候炎热、交通落后、人少地偏的佛罗里达。这时的佛罗里达算是美国最贫困的州之一。佛州发展的第一步是排水清理沼泽地，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此出资。1905年开始用大型排水器械将土地和河道清理出来。到1912年，在佛州南部清理出50万英亩的平整土地。接着是修铁路，修路过程中，亨利·弗拉格勒功不可没。弗拉格勒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合伙人，他的传奇我会专门再做视频介绍。1880年代，在陪妻子来佛州疗养期间，他意识到佛罗里达的旅游潜力。1888年，先在圣奥古斯丁投资新建了有540个豪华房间的庞塞德莱昂酒店，之后又在南部投资新建了多家酒店，同时投资铁路，成立了佛罗里达东岸铁路公司。1905年，将铁轨一直铺到了最南端的西桥岛。修路过程中，这栋房子的主人菲利蒙·布莱恩出场了。
布莱恩原本种植橘子，1895年佛州气温非常低，果树都被冻坏了。发愁之际，弗拉格勒让他承接一段铁路的路基建设，这段铁路正好穿过劳德代尔堡。1905年完成路基工程后，布莱恩立刻在铁路和星河边修建了这栋能接待40位游客的星河酒店。铁路的开通，酒店的建成，开始带动佛罗里达的旅游业。旅馆的登记簿上可以看到住店的游客不少。参观的第3栋房子是早期居民埃德温·金的住宅。金是迎接克罗马蒂女士到学校上任的人，也是他建造了那座一间屋教室。他来自佐治亚，本来打算买地经营农场，结果因为有建房的知识和技能，成了劳德代尔堡第一位建筑商。星河旅馆和这栋自家住宅都是金带人修建的。1928年，在一次飓风中，金为了救2个小孩，被狂风卷起的碎石击中身亡。金的女儿后来一直住在这栋房子里，直到1971年，房子作为文物从原址整栋搬到这里展出。从屋里的家具和物件可以看到当时小康人家的富足和劳德代尔堡经济的发展。铁路修通后，阳光、沙滩和海浪让佛罗里达热闹起来。1920年，38岁的地产商约瑟夫·杨来到劳德代尔堡附近。杨出生西雅图，后来到加州长滩发展地产事业。1914年，一场洪水将杨的资产全部冲走，杨只好从头再来。佛州地产热开始后，杨跟随很多大亨的行踪来到这里。他在一片矮松、棕榈和灌木的低洼沼泽地选中了一块地，凭着过去多年的经验，设计了一座小城，用著名的加州好莱坞命名。小城有宽阔的道路从沙滩通向大沼泽边缘，道路两旁有平行的道路，还有水道和人工湖，供私人游艇停泊。杨还将好莱坞分区规划，包括位于中心的商业区、公园、高尔夫球场、学校和教堂等等。在他的愿景中，好莱坞将成为每个人的城市，无论是富裕阶层还是底层的劳动人民。今天从谷歌地图上还能明显看到杨当年蓝图的印记。1921年，杨成立了好莱坞土地和水务公司，并买下一大片地，开始实现好莱坞之梦。为了抵抗响尾蛇、蝎子等动物，杨穿着高帮靴子在工地到处奔波。这片土地的位置紧挨着劳德代尔堡。工程进展很快，这是同一地点3年间的变化。到了1926年1月，好莱坞新建了2400多栋独立住宅、36栋公寓楼、252栋商业用楼和9家饭店，吸引入住了18000多人。附近的一些社区也提出要求加入好莱坞。除了住宅，沿好莱坞海滩还新建了佛罗里达当时最大、设备最全的好莱坞海滩赌场。当时耗资25万美元，设有824间更衣室、80个淋浴间、一个购物商场和一个奥林匹克规模的游泳池。天有不测风云，1926年9月18日，一场猛烈的飓风袭击了佛罗里达南部大西洋沿岸，好莱坞是重灾区。飓风和洪水摧毁了城市的大部分建筑，还夺走了37条生命。好莱坞的繁荣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居民纷纷搬回北方老家，市里的人口从18000人一下减到2500人，房产价值暴跌。杨再次面临失业的挑战。1910年代，在加州时，杨曾参与长滩港口的工程，他了解到可以利用陆地湖泊和大海连通建造码头。到好莱坞后，也准备采用这个办法，大胆提出从好莱坞北部的梅布尔湖疏浚一个深水海港，连通大西洋，以便世界各地的船只可以停靠好莱坞。杨的想法是将好莱坞建成国际都市，
建设港口的想法走在佛州其他城市的前面，他请来开凿巴拿马运河的将军和建设加州长滩港的工程师，他们提出了一份修建港口的14点建议，认为这个港口将是美国联系加勒比海、中南美洲的重要节点。1925年3月，开通梅波尔湖的工程正式启动。因为当地顾不到足够的劳动力清理灌木，杨派人到佛蒙特州雇佣了10位加拿大和25位美国的伐木工人。施工中恰好2家铁路公司的铁轨也铺到附近，于是港口又加铺支线和干线相连。1928年2月22日，2个城市的3万多居民来到施工现场。工程计划炸掉最后一段岩石，而且将由远在白宫的柯立芝总统遥控爆破，打通海水和湖水，所以主办方当成节日操办。不过可惜线路问题，总统的指令没有完成，最后还是靠现场的工程师引爆成功。整个工程将梅波尔湖和通道挖深至10米，完成了600万立方米的砂石土方开挖和转运。1928年11月23日，港口迎来了第一艘货船灰点号，这一年就有价值10万美元的棉花从这里运往拉丁美洲。1929年，美国海军的军舰也开始停靠，随之铁路车站和劳特代尔堡好莱坞机场也先后完工投入使用。尽管杨努力灾后重建和港口建设，但在财务上亏空太大。1930年失去了住宅和港口的管理权，财产也被公开拍卖。失去财富的杨仍然住在好莱坞，不过几年后因心脏病去世，才51岁。他曾住的宅邸现在作为民居供出租参观。港口建好后，当地的妇女俱乐部征集民众的建议，将人工港命名为大沼泽地港，也是提醒后人不忘港口的原貌。1931年圣诞节，联合水果公司的一艘邮轮停靠大沼泽地港，也是邮轮业的开端。1960年代，大沼泽地港新建了多个邮轮码头，成了邮轮游客上下船的主要港口。现今每年有4000艘船进出，装卸货物2500万吨，接待400万邮轮游客，创造320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如果按美国3000多个县级单位排名，港口所在的布劳沃德县经济规模居全美第16位，当地人非常有信心，不久将跃居前10。打车到港口时， Uber 司机告诉我们，他母亲就在港口工作，自己每天也有单来往港口和市区。现在通过的就是当年开挖的水道，每当邮轮缓缓出港，总会拉响汽笛，也许其中就包含一份对当年开拓者们的敬意。